們現在假設一下，馬雲如果今天宣布參選共產黨黨主席或黨總書記，你覺得會怎麼樣？可能大家都當他喝高了。今天呢是座上賓呢，明天說不是階下囚。就是川普說，他說我这次到中國呢，看到習近平哦，旁邊呢就跟着他的这些部長們，他說這每一個人呢，都坐得挺直啊，就乖乖做筆記。然後川普就說，他就跟習近平談，然後就順口問旁邊的一個人說，你有沒有什麼意見？你覺得怎麼樣？那個人一句話都不敢回。各位政經最前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張宏林。我們又有一個這個活動的訊息要來告訴大家，我們 Surfshark VPN 這個商品可以讓你的上網更加的自由，也更加的安全。你可能不知道，平常在上網的時候，你的 IP 瀏覽器甚至有可能都會被網絡商、會被廣告商，還有可能被駭客所追蹤哦。這時候 Surfshark VPN 就能幫上忙，它可以加密你的連線，隱藏你的 IP， 讓你的上網行為更不容易被監控。那 VPN 是什麼呢？簡單來說，就是一種保護網絡的連線技術，在你上網的同時，也能守住你的隱私哦。使用 Surfshark， 你可以做到幾件事情，可以突破區域的限制，不管是影音平台或者是網站的內容，都可以自由的切換，同時也能降低你被追蹤的風險，保護你的個人資料。在 Android 的系統上面，它也支援 GPS 的位置變更哦，加上 Kill Switch 的功能，就算你的連線中斷，也能避免你的資料來外洩出去哦。Surfshark 有這麼多的優點，但而且不限制裝置的數量哦，你一個賬號就可以在手機、平板、電腦，也可以分享給家人跟朋友，保護他們的裝置是非常的物超所值哦。現在只要前往我們的 surfshark.com， 然後斜線 free8888，輸入優惠碼 free8888，就能額外獲得4個月的使用期。現在就請使用我們 Surfshark VPN， 讓你的上網更安心、更沒有界限。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國成。大家都知道啊，這次川普總統訪問中國呢，帶去了一個超大型的這個企業訪問團吶。有人說啊，這個訪問團吶，個個都是了不起的巨富啊，加起來可以說是什麼納斯達克指數啦、道瓊指數啦、成分股啊，幾乎都在裡頭了那這個我們也知道，知名的像馬斯克啦、黃仁勳啦、庫克啦，涵蓋了科技啊、AI 啊、金融啊、半導體啊，那個農業各個領域我想。這個也是川普要向這個習近平展現的美國的這個企業、美國的資本、美國的世界經濟扮演的這種領導角色這個樞紐力量。那當然中方呢這個習近平呢也不甘示弱了也是一批這個企業家這個也與會。不過大家都知道中美兩國呢政治體制差異社會的這種制度差異呢，對這個資本家態度的先天不同的所以這中間的這兩邊資本家相互碰面結合這個領導人不同的思維，這到底會有什麼樣值得我們探討的地方呢？我想今天還是請國際政治的最權威兩岸問題專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閔居正老師呢，來給我們解析中美資本家的相互會面，這到底有什麼樣的意涵？老師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我想呢，這個美國的這些大老闆企業家呢，跟着川普去他們這個當然他們自己有他們自由意願然後這個也大家都很關注這他們也不諱言他們有去。可是呢中國呢這個過去這麼幾年講國進民退但是這一次呢又一批的這些名氣的這些巨頭呢跟着習近平出現了。那這意涵到底是什麼？對啊，那時候我們看到川普那團，坦白說有點嚇一跳。是，就像你剛剛說的，大概就是納斯達克也好啦，或者說那個什麼紐約股市也好，那大概就是前面幾名的、30名的，大概都在那裡了。所以你說富可敵國，恐怕敵的不止一國。對，這些加起來富可敵好多國。是，那個我們等會兒再說吧。我們還說回那個中方，因為我對這方面比較感興趣啊。中方出席的名單呢，我們現在知道，當然它不是我們沒有看到全部名單。我們現在知道比較重要幾個，第一個是這個小米雷軍，它不管在手機上或在這個像電動車上面，或在高端製造上面呢，都是居於這個前列地位的。這第一個。第二就是最近也挺出名的 ByteDance 的這個老闆，這個梁汝波，也是 TikTok 的母公司了。當然 ，TikTok 最近在美國不是這個說要分割，然後要打官司，或者要把它那個什麼剝離什麼等等嘛。總而言之，就是反正蠻重要的，所以他出席了。
第三個是這個Lenovo 的這個揚元慶，它是全球化程度比較高的這麼公司。再來就是大型家電跟電子的這個賈少千，然後比較特別是藍思科技的周群飛女士，她從這個她好像學歷不高，是，然後很年輕的時候，很小的時候呢，她因為家境的關係呢，就參加了玻璃公司去工作，然後一路下來，現在居然變成這個我們 iPhone 手機這個玻璃的這個供應商，然後同坐一桌，這個是很了不起，所以這些是蠻突出的。但是我看完名單之後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更有趣是哪些人沒有出席？哎，是对不對？這個因為有的時候我們這做研究的，就是想說要解讀這個名單，所以名單就是有來的跟沒來的呢都很重要。沒來的第一個是馬雲，哎，你說換了前幾年他會不會出席？一定出席，一定出席，一定出席。他的公司的這種影響力，他的財富，然後再來就是他會講英文，對，他是英文老師出身，所以他應該出現，但沒有出現，這第一個。第二，馬化騰是沒有出現，至少我沒看到。第三個，華為的任正非，這個大家可以理解，因為華為被美國呢點名了，然後又被美國針對，所以他不出來呢也就算了啊。這是第三個。第四個是 DeepSeek 的梁文峰，照理說以現在 AI 競爭那麼激烈呢，他應該出來，但他沒有出來。所以換句話說，美國這些美國邀請誰來呢？當然川普他的構想。那麼中國方面邀請誰來呢？當然也有中國方面的構想。所以我們看了來的跟沒來的名單呢，大概中共北京背後意思大是這樣的。第一個是我當然希望跟美國做生意，因為我們上次講了，我們說這次川習會呢，就習近平來說呢，他非常希望跟美國重建友好的，然後暢通的這些經貿關係，不只是關稅戰的問題，而就是你不要這麼多設限啦，你不要這麼多制裁啦，不要有封鎖啦，不要切斷什麼東西啊等等。因為第一呢，你的市場對我很重要；第二就是你的科技對我很重要，因為沒有你的科技的話，很多事情我根本做不來。第三呢，你很多原材料跟半成品呢对我很重要，因為這些呢我都做不來，或者我要做呢，我沒有便宜的量產，我還是得靠你們。那麼也就是我很樂意跟你們做生意。哪怕就是你跟我打了關貿戰啦什麼等等，我還是願意做生意。所以習近平不是說了嗎？中國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而且還有個好處就是，我強調我們的經貿方面合作呢，可以淡化政治上衝突。我說這個大概是第一個考量。第二個考量就是，我把這些弄出來之後呢，你看我 Apple 供應鏈，我人在這兒，然後電動車供應鏈，人在這兒。然後電子製造這些供應鏈，這個供應鏈的人都在這兒，等於我中共也對你美國放話，那你再怎麼厲害，再怎麼打關稅戰，你離不開我們的供應鏈，我們還是不管怎麼，我們還是製造業大國。這個我想，即便美中這個現在經貿關係，即便比過去要淡很多，要低很多。這點美國還是不會否認的了，因為你很多製造呢還在那兒，你蘋果至少大部分還在那兒，這跑不掉的。所以我覺得訊號就是，我又想跟你做生意，然後呢，我又想借着做生意的這個機會呢，跟你改善全盤的關係。所以我猜他挑人呢，來跟不來呢，他背後的意涵呢，應該是這樣。是，我想王海老師的解析也非常透徹，就是習近平呢，目前來講，不管是他下一個任期也好，五中全會也好，總的來看呢，現在營造一個相對比較讓大家認為寬鬆的、這個發達的、這個開放的這個經濟環境的，注重經濟的，注重經貿。我想無論形象上也好，實際上也好，都是有利的，因為畢竟疫情已經也過了好幾年了，現在世界各國經濟也早就都回來了，只有這中國，我最近看房地產大跳水。什麼廣州的房子什麼打了3折諸如此類，這個都非常嚴重。所以我們看這次，他還是說中國的大門會越開越大啦，希望這個緩解這個經貿方面的這個衝突。但是我們也看到，他對這個房地產好像還是不肯放手。所以這次出來的這些大亨裡面，好像沒有什麼跟房地產有關的人。
至少我沒有看到。对，而且當然這跟美國可能也沒什麼關係，也不太可能期待現在外資說大量的來投資中國的房地產，這個大概現在是不可能，這個是不可能，誰都知道那是個無底洞啊。好，所以我想，這個習近平呢想要穩定這個經貿關係，這個就政治上來講，經濟上也好，我們認為呢這個倒是可能比較踏實的。但是呢，我想光他一個人想改變這個政策能不能改變中國社會、國際社會對他在經濟政策上的印象？我覺得恐怕有困難，因為不容易，因為這幾年來，中國老實講，跟解放軍高階將領一樣，這個富豪也是重災區啊，對，倒了很多調查的、消失的、判刑的這個被迫交權的我相信呢，這個也是這個另外一道大家所不願意看到的風景那所以呢，今天這些中國的這些企業家們呢，會不會老師您也覺得說，今天我雖然坐在這兒，說不定下個月甚至明年我就成了階下囚了那不是不可能，因為過往風光之後完全可能成為階下囚的呢，對數量不在少數是。那老師您給我們解析一下，就是說，這幾年有什麼人呢？是從風光雲端上的摘下來的呢？有沒有這樣的人物呢？當然很多了。當然我得這樣說回頭看看大陸這些富豪，不要說首富，就是前面這個20-30名這些呢，我比較佩服就是能逃出去那些人，是逃到國外那些人，然後還能在國外發表一些看法什麼等等的，那個我是很佩服，因为那表示說他動足機先了，然後先跑掉了，或者就是說他黨內有足夠的這個管道跟足夠的資訊呢，告訴他說你得先跑掉，這一類。那其他沒有跑掉出事，當然第一個就剛剛講說馬雲了這個太有名了，太明顯了。他真正出事就那個時候，因為當時有兩個傳說，一個傳說就是大家常講的比較多，是2020年上海外灘呢有一次開一個金融峰會，他在裡面呢好像比較嚴重的批評了中國這個金融監管體系什麼等等，講了一些重話，這第一個。第二是在那個可能在之後沒多久，還是之前我忘了，在香港有一次聽說在一個內部聚會裡面呢，他很嚴重的批評了習近平，是說什麼領導無方啦，什麼這個搞亂了經濟之類的。那應該就是那次這個小範圍聚會裡面呢，有人把這個消息捅給了習近平，就像說什麼這個乾隆皇帝還是什麼皇帝，有一天召見大臣的時候講說，你們昨天打牌了是吧？幾個下了嗎？比如可到40打牌了，然後說你們少了張牌了，對，牌在我這兒，大概，所以大像這種故事，所以馬雲講了話之後呢，馬上出紕漏了。當時不是那個螞蟻的 IPO 要在這個國外上市嘛，是啪要叫停嘛，那個如果上市成功，他可以圈多少錢回來？那嚇死人了吧？那個我們當時幾乎就2天之後的事情吧，1-2天之後他啪就叫停，這第一個。第二呢，立刻阿里就被進行反壟斷調查，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他慢慢就不太在公眾場合活動了，就開始淡出視野了。然後再來我們看見螞蟻重組了，是，然後這個政府的角色加重了，然後阿里呢又罰這個巨額罰款，所以他當然了那個時候其實說法很多，一方面是什麼官商勾結了，一方面就欠稅了什麼等等之類的。其實我覺得很關鍵什麼？第一呢，你錢太多，你錢多到就是他錢那時候多到呢，他可以放款給國家銀行，是收取利息。國家銀行這銀根短缺的時候還找他去周轉一下，所以他已經變成一個民間的一個大金庫、民間的銀行。那螞蟻金服什麼就做這件事情嘛？對，所以這個我覺得這個金融權力呢，讓這個中國擔心了。第二就是他也剛剛不是講他批評的金融監管嘛，所以他也批評他影響到了國家的監管權。第三個我覺得更根本就是共產黨覺得說我控制不了你，是共產黨是什麼東西都需要抓在手上了，更何況你有錢，你有影響力，然後你有號召力，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不管怎麼樣，非得把你打下來。那好在覺得他現在還沒去坐牢，那這個算是不幸中大幸，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我剛才前面在想的時候，就是肖建華是2017年的時候，他在香港4級酒店被帶走，然後過了5年之後呢，才公開說他被判刑多少年，等等等等。當然大家傳說就是他是
多個太子黨或者這些高官家族的這個洗錢的白手套，然後牽涉到什麼利益等等，最後呢打下來。不管這個故事怎麼樣呢，它總而言之就是連有這麼深厚的政治背景人呢，都還擋不住。這第二個，第三個是吳曉輝，安邦保險的創辦人，也曾經是哇，這個全國有多少個這種關係企業、連鎖企業等等，也是風光一世的，結果啪一下這個說倒就倒了。那2017年被抓，然後後來判18年。然後安邦被政府接管，那現在就是無聲無息了。這第三個，第四個就是最近的許家印了，他剛剛認罪的，然後說有什麼，反正這7宗罪吧，8宗罪我忘記了，什麼非法集資啦，然後又掏空啦，又什麼等等之類的。恆大原來是最大的這個，幾乎是最大的這個房地產商，然後現在突然間爆雷，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覺得，我們講說，國外這種事情不是沒有，別的國家有，那為什麼沒有這麼多？為什麼沒有那麼嚴重？那你看那個時候打波音不是打得很兇嗎？是，然後也打了幾家大公司，但你仔細去看一下呢，他們真的是很明確的，就是一條一條的說出來，你犯了哪一條法，哪條法，哪條法，而這些法是我們很早就立在那裡的，而這個法呢，它沒有特別針對，它不針對個別人或個別單位，它是針對這種行為。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異。那許家印這個倒下來呢，我相信讓很多人很驚訝，因為大家那時候一度認為說他是一個政商明星嘛，他又是政協的委員啊，什麼等等，也風光一世，就沒想到說倒就倒。再來一個就是人大炮嘛，任志強。任志強當然他比較特別，就是他是紅二代，然後也有這種高貴的血統。當然還有一個最大問題就不是叫大炮嘛，他喜歡批評這批評那。大概他覺得他已經夠大只了，所以講習近平講中了幾句話，那最後就出問題了。他不是講到什麼國王的新衣嘛，講這些話，所以我覺得，當然，要這樣說吧，你如果說，我剛剛對比說，美國這次跟着這個川普去大陸的這些大老闆裡面有馬斯克啊，是。馬斯克那時候不是歡天喜地的幫川普去競選嗎？完了之後不是幹那個 Dodge， 就是那個什麼效率部的什麼嘛，然後後來又鬧翻了嘛，然後吵架了什麼的。那麼現在又可以歡天喜地的跟着川普去了。我們很難想象大陸會發生這種事情，對不對？那麼也就是說，資本家跟政府或跟政治之間呢，它是有一定的關係的。在法治國家裡面，這關係呢是建基在法律上面的，但在專制國家或黨專政國家裡面呢，它這個關係呢是建基在個人關係上面，它不是一個法律制度，不是一個法律基礎的東西，所以這是很大的問題。那簡單說，我們在這事情呢，我們看見就第一呢，你資本家不能挑戰政治，這些資本家呢，他可能是無意挑戰政治，但是我們曉得說這個。過去我們看歐美國家呢，他們過去從君主制走到民主政治之後，一個過程就是，當中產階級出現的時候呢，他要求什麼？第一個，他要求言論自由，他有錢了，他想講話。是。第二個，為什麼要講話呢？因為他保證他的財產，他促進他的財產，或增加他的財產。第二就是我有錢之後呢，我想有更大的權利，或者我希望有這個更高的爵位什麼等等之類的。所以他要的是第一是言論的這個權利，第二他要的是這個政治上的這個地位。那所以原來我們也期望都很希望說大陸發生這種事情，但現在發現說沒有發生，為什麼呢？搞一黨專政，共產黨呢太過強勢，所以沒有這種機會。那再來就是對共產黨來說呢，我不希望看見有獨立於我共產黨以外的太大的力量。是。你不要說媒體，那資本家，你就算不講話，你錢多，我都不放心。你不要說我原來就是仇富，是共產黨，你也很清楚嘛。共產黨一個很基本的一個出發點是仇富嘛，是從馬克思開始就這樣。當然它不算太嚴重，真正嚴重第一是列寧了，第二當然就是毛澤東了。所以這些仇富的心理，應該這樣說，仇富的基因在共產黨身上呢，這是抹不掉的。當年是打土豪分田地，那現在就打資本家分財產嘛，是對他來說邏輯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現在前年前年不是講共同富裕嗎？這詞一出來，我就提醒很多台商，我說你們小心啊，共同富裕是針對你們來的，你不要以為說啊你跟地方領導很好打不到你，到時候中央說要打的時候，你照樣被打的吧。所以對他們來說呢，沒有了這種法律跟制度的保障呢，這恐怕才是最大的問題啊。而且我想，這個剛才老師總結了說，這些中國大陸這些大資本家這些出事的這麼多，我想可能還有幾個原因啊。第一個就是錢可能都不是乾淨的，好，跟那個政治權力的這種鬥爭恐怕都有密切關係。所以政治上呢，一旦你的後台靠山出事了你恐怕也跟着垮台了。這個錢不是那麼乾淨的。第二個，我認為還是一個深層因素，就是社會上呢，貧富差距太大了，好，所以呢，黨呢整這些富人呢，可能很多人還叫好，哎呀，這個沒有什麼不好。所以換句話說，黨有的時候也是他本身這執政的問題、經濟問題就拿這些肥羊來開刀，轉移這個轉移注意力，對啊，轉移憤怒轉移注意力。所以我想，這個在這個中國大陸呢，這個大資本家呢，雖然非常風光，恐怕也跟這個解放軍高階將領一樣，也是高危群體是的，是高危群體，這詞用的非常好。所以，那這當然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美國呢，當然也不是說這個美國的企業家就沒有什麼法律問題了。我看這個常常也挨告然後也有很多這個司法的糾紛川普原來也是資本家呀，川普也是資本家。然後這個美國的企業，老實講，你說這個大企業呢有破產的、合併的，這個我想也是常常發生了也沒有說真的這個完全一帆風順的，這狀況的也是很多，像前幾年雷曼兄弟啦，對兩房問題啦等等。但是呢，總的看起來這個兩國的這些企業家巨富這個命運呢，好像還是有很大分別。那老師給我們解析一下。那當然了，你要回頭看看，我剛剛你把那個這次大陸參加參會的跟沒有參加參會的跟倒台這名單，我們走一遍。你看背後故事，那個差異當然非常大。但是我常常在想，我說，如果那天我在現場，你看見這些美國的富豪呢，現在來了，這畫面一定很有趣啊。美國富豪來了馬斯克啦、庫克啦、黃仁勳啦，或者是喬石啦、黑水集團那些人啦、華爾街的那些，反正這個30個都是我們剛剛講的富可敵好多國的這些人呢，都在這裡了。好了，那他們看見中國那些資本家，我們剛剛講說出席那些人，你覺得雙方對抗的心裡在想什麼？對不对？因為美國富豪看中國富豪，他心裡在想什麼？中國富豪看美國富豪，他心裡在想什麼？我猜中國富豪會這樣想，他說：“你看這些美國富豪呢，他們今天陪總統來了，我們知道他們在演戲，我們也在演戲，但雙方演戲性質不太一樣。今天這些美國富豪來呢，陪美國總統演戲了，演得很高興，因為演完戲之後呢，可能真的可以做到生意。你看有些人他沒有跟着川普一起回去了嘛，他繼續留下在那邊開會了什麼等等。他們除了這之外呢，他們可以批評總統啊。那個來了這馬斯克，不是那時候就跟川普鬧翻了嗎？鬧翻之後，那雙方又和好了，然後川普又請他來了，然後你看又跑來又代表美國，然後又要來跟我們開會了。然後回國之後呢，國會可能會找他麻煩，然後媒體會找他麻煩，然後股東會找他麻煩，更重要的是什麼？可能哪天要出事情，法院會找他麻煩。但不管怎麼說呢，他們的保障比我們大，對不對？他不会人間蒸發。对，中國富豪他很曉得說，對，你會碰到這些問題，但是第一，你自由度比我大，第二，你安全度比我大，對，這兩個是很大的差別。那這樣我就想到台灣了，你和現在這個富比士的全球富豪榜剛剛公布嘛，台灣大概50-60個跑不掉嘛。什麼郭台銘啊、林百里啊、張忠謀啊、陳泰明啊、早期是像什麼王永慶啦、蔡家啦什麼等等之類的。那現在好像風水輪流轉，又換了一批人。但是你想想看，台灣這些富豪啊，當然就犯罪的是有，是不是這樣？這犯罪是有，但是你說真的有那麼危險嗎？沒有啊。他們當然因為這個可能有人炒作股票，最後被抓到了什麼幹什麼？但我在說的是，都是很明確的，你犯了哪一條，
然後我們抓到你了。是，但你只要不犯到那個份上呢，那是沒有關係的。是。然後我又想到，我說這些富豪在台灣，他可以選總統的。是。郭台銘不就去選過嗎？是。還拿到多少聯署人呢？好像好幾十萬了，80-90萬跑不掉了，對不對？當然最後沒有選上，但是他可以去選。他也不會說因為這個選了總統，然後沒選上就怎麼樣？還是說他要選總統就可以查賬了？對，川普原來也算是富豪，那他選上了，他選上了，他沒選上當他很多官司，那不用說了，他選上了。那你剛剛講的很有趣啊，所以我們現在假設一下，馬雲如果今天宣布參選共產黨黨主席或黨總書記，你覺得會怎麼樣？可能他都當他喝高了。我們這樣對比哈。不是在講個人的命運，我們講的就是說，背後保障你的那套體系啊，跟那套制度是什麼東西？台灣也好，美國也好，或者說這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這些民主自由國家也好，他們的富豪呢，第一呢，他有政治上的自由，是，我可以講話的，只要我不踩到那個法律的線，那個線是很明確的，那線不是游移不動的。共產黨也有線，但它的線是動來動去的。第一呢，這個它可以因為不同的領導人的線有不同的這個位置，然後不同領導人在不同時間可以有不同的位置。習近平不是講過幾次名氣是自己人嗎？川普需要講這話嗎？不需要。我們賴總統需要講說名氣是自己人，需要講這話嗎？不需要。你講的話本身就有問題。此地無銀三百兩。此地無銀三百兩。又說民企對中國經濟有重大貢獻，過去40年來，提供了5、6、7、8、9，然後這個的什麼樣的這些貢獻什麼等等，幫助多大多大。明天說殺就殺。是。但在民主自由國家，你不用擔心這個事情。第二就是這個在民主自由國家，在台灣也好，法律是保障私有財產的。你剛剛講的很好，共產黨開頭是仇富的呀。是。從馬克思開始，當然不那麼嚴重，列寧比較嚴重的，那毛澤東變得非常嚴重了，所以是仇富的。所以剛剛不是講過打土豪分田地嘛？那今天就是打富豪分財產了，他覺得很正常。但是在民主國家裡面，私有財產被尊重、被保護，是不管你都有多少錢，只要你是合法掙來的、合法繳稅，其他都不是問題。那麼大家說，那在台灣也好，在美國也好，你們不是有政治捐獻嗎？對，有政治捐獻。我可以不捐哦，是啊，我可以不捐呢，我不捐沒有關係，我不捐沒關係。我為什麼要捐呢？我想買保險，是我藍綠兩邊我都下保險，希望將來對我有點好處。我就聽過一個大老闆跟我講，他說有一次這個選總統，台灣選總統，有一個候選人呢，在他家談了2個小時，最後他說他這個富豪很得意跟我講說，我1毛錢沒捐，是，他說他的話。我聽不下去，說服不了我，1毛錢沒捐，不能逼捐。你不能逼捐。那在大陸，你說我不捐，你也會怎麼樣？不要說你去選黨總書記了，你光說我不捐錢，你覺得會怎麼樣？是不是這樣？所以我覺得一個最大的問題呢，就是真的是背後的這制度問題，也就是這個國家呢，它的整個立國的基本精神呢，它的注釋在什麼地方？中國富豪呢，我覺得。為什麼這麼？我們剛讀那個下台的名單或倒台名單呢，就是讓各位知道說他最近有一些變化。那你說他離政治遠點就安全嗎？也不見得，不見得。你走得太近了，你可能會變成，你一定變成附庸的，毫無疑問的。你走得遠點呢，他會懷疑說你不忠誠，是不是這樣？所以就是那個有點動輒得咎，那個分寸拿捏的很困難。所以中國富豪在中共領導人面前呢，比較像是個奴僕，是，就像你剛才前面講的說，你的錢呢不是你的，你是錢只是代管而已，比較更像這個性質。所以這第一個，第二就是我們這次看到有20-30個美國最高階的企業家陪着美國總統去了，他們為什麼要去呢？兩個原因，第一就是我這次來可以有商業利益。我來找到一些商機啦，開拓一些管道啦，投資啦，或者什麼賣，我找到市場什麼等等。當然不見得每個人都做得到，但是總有這個機會。所以我是衝着商業利益來的。那總統要我來演戲陪演嘛，我可以來，因為對我也有好處，所以我來了。那麼中國企業家來或不來，會不會是一個政治忠誠的測試？這個是很明顯，這個東西是非常細微，但是又非常具體。
非常細微，因為他來了或不來了，他那遠近距離的拿捏，這個最高領導人在那邊看的了，不但他看，身邊人幫我看，你幫我注意一下那個任志強，你幫我注意一下馬雲啊，幫我注意一下那個雷軍啊，幫我注意誰，看他有沒有什麼不正常表情啊，我們適合分析看看。那你說在民主國家，大概不會想到這個事兒，不需要去想，不需要去想這事兒，因為我們很清楚有法律這麼保護，所以我們說了半天，就是在一個黨大於法、党大於一切情況下呢，黨才是最高的權力核心，而這個社會呢，看起來就是平常都很好，都很平穩，都沒事，但是一旦要出問題的時候，你覺得會怎麼樣？那麼說來說去呢，我們說。為什麼資本主義看起來今天還是生機蓬勃？簡單說，就是它符合了人類社會進到工商時代之後呢，它發展的基本本質，也就是你要有法律的保障，你要尊重私有產權，你要給它一個公平合理的營商環境，然後你不能有特權太自大，你也不能有太大的國企進來跟你競爭。在民主國家裡面，比較大的那些國企什麼的，就慢慢被分拆了呀。台灣我經常舉例，就是中華電信嘛，中華電信分拆了，當然我沒猜到，可惜沒猜到，猜到的話日子會好過很多。但是它至少是一個公平的過程。所以講了半天呢，當然我說回頭去看這題目呢，其實讓人覺得不是很唏噓，也就是我們說苛政猛於虎，是這個真的就是很好的案例。所以。今天呢是座上賓呢，明天說不定是階下囚，這個才是活在中國共產制度下面這些資本家們呢，大概最大的風險跟最大隱憂。是，我想可能不止資本家。我看了一個影片，我看了一個影片，不知道是 AI 的還是真的，就是川普說，他說我這次到中國呢，看到習近平哦，旁邊呢就跟着他的這些部長們，他大概也弄不太清楚是常委什麼。他說這每一個人呢。都做得挺直啊，就乖乖做筆記。不是 AI，新聞哦，是新聞。對，然後川普就說，他就跟習近平談，然後就順口問旁邊的一個人說：“你有沒有什麼意見？你覺得怎麼樣？”那個人一句話都不敢回。然後川普說：“我確定他聽到我說什麼，然後我相信他也應該聽得懂在說什麼，可是他一句話都不敢回。”他說我的內閣裡面每個人都搶着說話，然後他就半開玩笑跟樊子說：“你能不能這個像他們那個樣子，一段時間，我會很感謝你。”不是 AI 的。我相信連政治局常委就像我們看到那個胡錦濤被拉走的時候，那個時候所有的人動都不敢動，更不要說是企業家這些還算是老百姓的人。所以呢，這個不管怎麼樣就是。今天講說經濟也好了，中國製造2025多麼了不起啊！我相信呢，這種社會制度的這種差距跟這種內生的恐懼，是不是還是真正妨害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老師您覺得呢？你剛剛講說那個胡錦濤被拉走那一幕呢，當時只有2個字可以形容：肅殺，是對不對？是，每個人坐在那邊噤若寒蟬。是，然後我有朋友講說：“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講得多精彩，多麼傳神。那麼也就是說，就剛你說的，不要說大老闆了，連政治局常委個個都覺得肅殺之氣籠罩頭上。你覺得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是？你覺得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如果你有選擇，你能選擇的話，你願意生活在那裡嗎？我們再說一次我們不說民主政治有多好，我們只是說民主政治相比於其他的制度來說，第一比較好。第二，它有自我糾錯能力，但我們並不說它是完美的。但是共產制度或一黨專政，它絕對有千百種不好的地方。所以今天看這個中美富豪或中美台富豪呢，他們的生活各方面呢，這對比呢，還是那句話，真的叫不勝唏噓。我們真的希望說，什麼時候讓中國人也能活得像台灣人這樣子，都沒有這種恐懼，就是說了，免於恐懼的自由。有這個自由呢，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了。是，我想這個老師說的非常透徹，因為好像以前蘇聯呢非常強大，可是後來呢，這個蘇聯就有個文學家說呢，你說這個老百姓每天買個麵包也要排隊，貨架上什麼東西都沒有然後看到這個官僚黨這麼貪腐然後呢他會覺得說，哎，我天上有個太空站飛過，我會覺得很光榮嗎？對不對？是這樣，對不對？肚子餓着然後看到這個新聞，你看到導彈發射，我會覺得很開心嗎？所以
他說這個就是體制問題，最後果然這個蘇聯也就解體了。好，所以我想呢，這個中國呢，如果說真的還是不能解決這個法治問題、民主問題，連這些這麼富有的人都整天要擔心他明天、他下個月，好，他的企業或是他自己的安危，我相信呢，這個還是跟人性還是當然是根本的倒反。當然，对。你看，今天晚上我跟馬斯克坐在同桌吃飯，我多麼的光榮！我跟那個庫克坐在一起吃飯聊天呢，相談甚歡。明天後天說不定我就被查案了。是，當然你說在美國會不會有？那也有可能有。是，但是不像是這種，就是在美國的那種恐懼呢是可預期的，在中國大陸這種恐懼是不可預期的。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在美國或者民主社會裡面呢，你曉得說我哪邊地方會有問題，那地方若出事情的話，那我就麻煩了。但是中國大陸就你剛剛說的，錢可能來得不乾淨，然後呢，不是我願意犯法，而是，省委書記來找我，我能不低頭嗎？是，對不对？或者說這個中組的來找我，或不是中紀委來找我，或什麼人來找我，我能夠不配合嗎？中紀委現在不是什麼這個2把手什麼3把手最近也出問題嗎？所以還是那句話，制度呢才真的是使得一個國家跟民主跟這個整個體系呢，是不是能夠可大可久呢？根本的因素是。老師提到制度，我想到美國的說富豪吃官司的啦，被告的啦，逃漏稅的啦，这個什麼非法壟斷，我想多的是。可是第一個，他們可以請律師，是這個第二公開審判，第三個，他可以幫自己喊冤了。對。可是我們看剛才倒了這麼多人，連公開幫自己喊冤他都不敢，都不行。好，一下子就不見了，消失了。然後這個到底怎麼回事？下次出來就是關18年了，是完全沒有一個審訊的公開的程序，人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問題，他也不敢跟自己喊冤。你知道魏鳳和是怎麼審的嗎？然後你知道那個誰那個李尚福誰怎麼審的嗎？就只有公布宣判結果了，你沒有看到審的過程啊，對不對？然後你沒有看到審判書，沒有看到什麼什麼時候開了庭，然後他請了誰辯護，然後辯護說一些什麼東西，很多地方在民主國家是可以查的呀，你看得見的。但是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裡面，或一個一黨專制社會裡面，你看不見這東西嘛？這是最大的差異嘛。所以我想的這個，所以大量的這些中國的精英啊，不管是商界也好還是其他領域的政界，對不對？都是搶着要潤到國外去。我想也不是因為說這個國外真的就100%就是那麼好，但至少可能安全一點。是活着呢，至少這個比較沒有恐懼。所以我想，真正的我們節目呢，常常討論這個。國際政治外交，但是老師常提示我們，最重要的還是體制問題。對如果說你這個體制讓這個人人就是整天在恐懼之中，甚至說半恐懼之中過活，那縱使再有什麼偉大的成就啦，人都上了火星，什麼太空船上了火星啦，什麼太空站什麼航母那些，我認為這些恐怕對一個政權的穩固都不是最後的依據，不是最後的保障。对。所以我想呢，這個看到這麼多的這些富豪這個不同國家呢其實呢，可能他們的能力智慧沒有很大差異，可是呢，他們生在什麼國家，什麼樣的制度呢，可能就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了。對，是這樣，真的是這樣。所以我想呢，今天呢，非常感謝這個明峻老師呢來到我們節目跟我們剖析了這些中美富豪的這個真正的擔憂還有未來可能的命運非常值得我們來參考，我們呢也會持續保持關注。今天呢，非常感謝明峻老師來到我們節目，謝謝老師，謝謝。好，那也謝謝我們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歡迎給我們批評指教，然後按讚、分享、訂閱，按下小鈴鐺，我們下次再會。而且老師像這些都是很有名的啦，那種全國級，像那種什麼財產有個億的那種幾億等級，那個不曉得已經倒到多少個了。你看看中閃閃啦。再看看那個，還再導到那個什麼，這農夫山泉了，還有那個什麼，剛剛沒有提的孫大武了。對，而且這個名單絕對不會結束的。我其實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過去10年呢，中國首富怎麼上上下下呢？輪流沒什麼了不起，首富輪流做沒什麼了不起，因為我突然今天。
股票上去了，我今年就首富；我明年股票下去，我就不是首富了。但是我還是平安的在這邊享受我的這個財富啊、地位啊、民生啊、生活等等，那沒有問題。中國不是，中國這首富嘛，過2年就到牢裡去了，這個是不一樣的呀。每一個都出事了。對啊，对啊，沒有不出事的，沒有不出事，那這個財產來源有問題。這他講的才來得不乾淨，但重點不是來得不乾淨，大家都來得不乾淨，那為什麼這些人出問題？大家來不乾淨，他一定從最槍打出頭鳥其他的人。他不一定是最厲害的那個，但是問題就打什麼？就打我需要打那個人了。是，基本上是這樣。川普不是上次競選的時候說不排除公布中國富豪在美國？是這樣。你就想 Orange County 那個加州，而且社會贫富差距那麼大，失業率那麼高，這才是天生大家一定也是仇富的嘛。對，這個一天我賺個幾十塊錢都困難，你這個有幾億，對不對？這